所以这个作业其实是不只是程式作业，它应该也跟你们之前的程式作业会发现还蛮不同的。好，那这个程式的这个作业部分的这个分数啊，还有这个去评量的话，就是基本上当然第一个是 correctness 嘛，所以如果都不会跑，这当然跑出来结果不对，当然就不用讲，当然就是有问题，大家要去继续 debug 啊，把它修正啊。第二个呢，就是会有 demo 啊，所以我们会有助教哦，不只是你要去解释你的程式嘛，哦，助教也会去问你问题啊，就是你是怎么去设计的，怎么去实做的啊，因为你会发现其实这些作业是有一定的弹性的啊，你可以去有很多不同的写法啊，甚至于呢，好，我们会问的问题，甚至于是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或许你在任何一个档案都可以去宣告一个变数。但是你宣告的地方如果不恰当的话，助教可能也会提出来问一下你，或是只告诉你一下啊，因为毕竟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系统，并不是说程式会动就好。很多时候你放的位置，它每个档案有它的目的，对不对？所以你写的地方不对，就算最后结果是有的，不代表你有正确的概念跟那个符合它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在里头啊。所以这些其实当然助教都会尽量的根据以往的经验累积等等去告诉各位不过就自己写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一点了不是只会动就好你要去稍微想一下，你对于这整个作业系统的概念，它整个程式设计概念角度来讲，你这样子去实作的方式是不是适合的所以要注意留意一下。好，最后就 report， 那 report 其实不会这个，这样就解释你怎么实做的啦，所以就是稍微描述一下，让助教在 demo 前可能就稍微已经了解你的实作的方式，所以而不是当场才在那边看你的程式嘛，那当然你也可以，这也可以用来辅助你，就是你自己描述了一遍，所以你可能就按照里面的内容解释给助教听，你的实作的方式是什么，那比较重要就要刚才提醒的就是可以看见因为有2个人嘛，所以要稍微注明解释一下到底谁负责哪一块这样才会知道你们是不是2个人都有 contribution 在里头是要分担的而不是也很不建议的。有些 case 我知道2个嘛，那大家就轮流，你负责作业1跟3，我负责2跟4，不是没有啦我知道很多也是这样这非常不建议像刚才说的，不是说你每个人都要写到程式嘛一个人负责 trace， 另外一个负责 implement， 这也 OK 所以说，但是你不要说这个就丢给你的同伴，然后就这样子了自己做自己的，这就很不好，因为代表另外一半的程式作业你完全没学到嘛所以这也是不行的好，好。这很基本的啦这个不需要刻意，这个大家应该要非常当做没看见，就是不要迟交就对了对，所以我们都有很充足的时间才对，自己分配时间是大学最重要这个会的基本技能之一所以就是不要迟交真的迟交的话，我们当然就只好做这个着重的去斟酌去扣一些分数了那这是很不建议，因为都写好了嘛，那还被扣分，这太不值得了所以千万不要这个去迟交那当然更不要就是去抄袭等等我们助教都还蛮有经验的，都会去用一些 tool 比对你们的程式码等等那 demo 的时候也会问你们问题，所以你们其实是看得出来的，真的其实是很明显，尤其是你真的都没有自己做的，就算你交出来会动，其实看得出来是不是你做的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子那也可以讨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过，你可以在这个 forum 上讨论，但是就是不要做抄袭的动作了好，那最后这个当然啦，就是其实我们非常欢迎同学就在上课的时候就随时可以打断我，然后就问问题尽量我会的我当然就尽量回答或者是解释不够清楚，我们就再解释一遍所以这个当然是非常欢迎大家，就不需要这个等就是上课时候有问题就尽量的举手就发问，没问题但是当然就是不要自己在下面窃窃私语接电话这些会影响到你同学学习的，那当然就不好了所以这很基本的，大家当然我想都知道好，说到最后了
所以对于这堂课的基本的这个内容，大家应该知道了。那到底要学什么嘞？作业系统这么的重要当然东西非常非常的多那本书那么厚也不是假的不是说后面都是什么 reference 啊，或者一些很大的图片就这样子都是扎实的内容那所以你可以看见它一共有8个 part， 不是 chapter 是 part每个 part 里面还有2-3个章节所以会非常的多那这堂课我们会 cover 的部分呢其实只有一半而已，就是到了第5个 part 那当然原因很明显，就是我们说的作业系统或者说电脑的组成的3个最重要的要素，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什么？ CPU 就是 process，memory 对不对？还有 storage system 或者说 file system 就是你的档案，对不对？所以拿到一个电脑，称之为这个电脑的话，一定有这3个 part 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前面的这些就是在讲就是 process、memory 还有 storage 当然还有 overview 因为这整个系统的设计的概念，我们刚才说的 system code 是什么，会有一个 part 在介绍所以其实我们也就 cover 这些最基础的但这些就有好多章节了在里头了那后面呢，大家当然可以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看一下就是比如说 protection security 对不对？这个电脑我们都知道很怕中毒或者是被人家入侵这个尤其这个议题是越来越重要，你可以这样讲，对不对？因为实在太方便了，到处有网络这些都可以连到电脑里头这个跟当初一开始电脑出现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 security 这边其实非常重要，也是属于系统的一部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把系统就当成一个家，你没有 security， 人家可以随便 break in 你的家的话，这当然一定不是安全好的一个系统，所以当然也是属于系统的一部分但是当然我们这堂课就没有办法 cover 到这边了有兴趣的未来的研究所这都有相关的课，对，这是一个研究的领域，本身就是一个领域了再来还有分散式系统，对不对？所以就一样早期的时候电脑又昂贵，然后这个连接性网络这边不是很发达，所以可能各自用各自的电脑，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大那最近大家一定也听过嘛，什么云端计算，对不对打巨量资料，这些新的科技或者是什么 IoT 有没有？这个大家可能有兴趣有接触到的，可能有稍微听过这些名词。简而言之，所有事情都不是一台电脑可以做得出来的，一定都是把所有电脑全部连在一起之后，然后一起去管理，变成像是一台电脑一样去做事情这就是分散式系统所以它们是分散在各地的电脑所以这当然也是非常热门的东西那最后当然有一些 special purpose 就像一些我们知道控制，现在什么东西都是用电脑来控制，车子核电厂这个一些武器太空梭等等，全部都是电脑在里头。所以这些电脑当然不会跟你一般我们在那边玩的手机，用手机就那个电池就爆掉，这种东西，这个当然差距很远但它还是一个系统，它还是要有 OS， 所以它的考量、设计等等，你会发现完全不同。所以这是一些 special purpose， 那它就有它特殊的议题在里头那当然也是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但这部分我们上课当然就没办法讲那我们等一下也就是我们的第一个 Chapter 0不是 Chapter 1，Chapter 0会帮大家先讲一下电脑就是在 OS 这边的演进还有就是会简单的提一下这些基本的概念跟东西所以只是一个 overview 而已那有兴趣的同学当然大家就可以再进去看了但这部分毕竟不是核心嘛，所以说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基本上是未来大家在大四选修课等等就可以再进一步的去了解了好，好，那这几个 part 我简单的先给大家知道一下就好overview introduction 有讲跟没讲一样 introduction 但每一个 book 都有第一个 introduction 嘛所以会简单介绍一下作业系统的角色到底是什么那尤其这个 system 的 structure 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 system code 各位的第一个作业 system code 到底是什么？它的定义，它的运作的原理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也有一个作业在那边
让大家去实际的去 implement。好，第二个 part process 所以可以看到呢，这边基本上会分成的一个呢，就是怎么去 schedule 这个 process， 因为我们都知道电脑上可以 run 的 process， 现在电脑上面 run 都是几千个、几百个，对不对？看你要 launch 多少的问题而已。其实可以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程式同时 run 在电脑上，但电脑有几个 CPU， 再厉害的也不过就10几个、50几个，对不对？也就是那样的数字。所以为什么可以 run 这么多的程式在这么少的计算的这些硬体上呢？就是因为有作业系统的存在。那它的角色最重要就是 scheduling， 分配资源到底现在该谁来执行所以这边会有这个 process scheduling 会是很重要。当然什么是 process 等等这边会定义会介绍一下那所以同样的可以看见这里会有一个作业3，大家会去 implement scheduling algorithm 那就会知道它怎么运作了至少在 Nachos 这个作业系统上，它真的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做程式的排程，你就可以看到什么时候哪一个程式开始执行，什么时候它结束，结束的顺序是什么，这全是作业系统在控制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这些 process 跟 product 之间，其实他们不只是要去 share 这个 CPU 的执行的 cycle， 它还要去 share 很多的资源，所以甚至于有沟通。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来介绍，当他们在有这个去同时使用相同的计算资源或在沟通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非常非常讨厌的问题，叫做 synchronization 同步化。那这个章节呢，是整本作业系统里面通常是可能大家会觉得是最困难的部分因为很多真的是概念而已，但是这个有一点接近像 algorithm 一样，它要更严谨所以不是只是大概知道就好你要真的 make sure 他们不会出问题所以这个章节到时候大家要特别的留意，通常是比较复杂一点的你要设计同步化的一些 policy 去 make sure 它的正确性好，所以到这注意的 synchronization， 那是下半部课程的时候最重要的部分就在这个 synchronization 这一块那这然就没有作业，因为这个你去写程式也不一定能够证明它的正确性因为可能性太多了你那只是当下那个结果而已那但是 scheduling 就会有一个程式好，最后2个 part 呢 memory 跟 storage那所以 memory 的话呢，就会是上半部的时候最复杂的所以最多这个内容的部分就在 memory 的管理了那我们待会会去讲。那大家当然也会看见，就会有一个这个作业在那边去做 memory 的管理那 storage 这边的话呢，相对大家会比较容易的去想象，因为用电脑大家都在存取档案嘛，对不对？电脑在那就是在那边存档案，看里面的内容，所以你都在操作那些档案系统的指令所以你一定会比较的熟悉，比较能够连接但是呢，它也相对的比较的杂乱一点都就会发现我们都只会 touch 到一点点，就是很基本的，但是很多为什么？因为储存还有在做 I/O， 就是 input output。这个是变化最大的就是像我们知道以前也没有这个触控式萤幕现在大家都用触控式萤幕，这就是新的一个 I/O device 了。所以其实它是相对比较杂乱的所以看到这边有4个章节，好像很多，但每一个其实讲的内容并不是那么的多那也就会稍微比较杂乱一点但是只是让大家稍微都各方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很好，那档案系统会特别会请大家再写一个程式去决定我一个档案的内容到底放在硬碟的什么位置所以是把使用者的程式的东西放到 physical 的 device 上的一个过程好，很好。好，最后一页了所以最后这个我们的整个上课的这个agenda。请大家留意一下，我们有对调 chapter 我们并不是死板板的按照这个课本里的第1章上到最后1章因为你会发现我们为了要配合我们的程式MP 的部分必须要先 implement memory 的部分，你能够 implement 完 memory 之后，你才有办法 run 很多个程式在这个作业系统上面
那你能够 run 了之后，才有所谓的 scheduling 的部分，对不对？所以其实是要 memory 先去 implement， 再去 implement scheduling。好，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上课呢，先讲完基本的前面的3章，知道了 process 的基本运作原理之后，我们会先跳到第8跟第9章，就是 memory 管理的部分，让大家可以同时就去写 memory 的这个程式的部分。啊，也就是 midterm 之前，我们刚才说的 memory 是最主要的一个章节。好，那 midterm 之后呢，就会开始进到这个 process scheduling 的 algorithm， 还有 synchronization， 然后就后面的 I/O 系统。好，那最后当然就是 exam。好，那这样说的，我们这2个 exam 其实并不会重叠啦。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是先 focus 在前面的部分 ，final 就是 focus 在后面的课程的部分。